Hello， 大家好，欢迎再次来到欧阳的 ConfigUI 系列教程啊。那么这一期我们继续来分享 IP Adapter 的第二个框架 Face ID。OK， 我们一样来到作者的 GitHub。在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它的原始的解释方式以及使用方法了。那么这一期呢，我们来讲第二个，就是 Face ID 系列啊。其实这个框架呢，作者只是兼容了 Inside Face 这样一个项目。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它可以通过图像来识别人的脸部，同时提取脸部特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换脸啊，换脸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其实在 ConfigUI 里有一些插件是可以实现的，比如说 Reactor，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啊。那 IP Adapter 呢，我觉得它的可控性更高啊，它的使用方式也更多，所以说我们还是讲这个 IP Adapter 来如何使用 Face ID 这一个系列。首先一说到这个兼容其他框架呢，我们就必须要在启动 ConfigUI 的 Python 环境里来配置我们的这个依赖库和环境了啊。一说到这儿呢，可能就是很多新手朋友又或者是一些编程小白的这个噩梦了哈。很多人可能配置了几天都配置不上，总是报错啊。其实配置它的方式很简单啊，那这个我们放在安装环节一一道来。现在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结构啊。首先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列表，前面呢我们是需要提前下载一个 IP Adapter 的模型，和我们上面这边一样啊。那么对于 Face ID 呢，它也有6个模型，分别是4个支持 1.5 的模型和2个 SDXL 的模型。那么这当中呢又分别是原始模型、Plus 模型、Plus V2 模型，或者是针对人物肖像的这样一种方式。之后我们来一一试验。那么下面自然就支持 XL 的基础模型和升级版模型啊，就这2个。那同时我们要注意的是，后面呢还有针对不同模型的 LoRa 啊，比如说我们要加载这个 Face ID， 我们就需要加载一个 Face ID 的 LoRa， 之后以此类推啊 ，Plus 的 LoRa， 或者是 Plus V2 的 LoRa， 又或者是 SDXL 的 LoRa， 这2个是不一样的啊，它写的是一样的，其实不一样的啊，所以说这些大家都得下。欧阳也同样把这些文件全部分享到网盘了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再注意看一下中间这个 Image Encoder， 因为 Face ID 它本身兼容的是 Insight 这样一个框架，所以说它判断我们的图像或者是识别我们的图像呢，它更多的是调用 Insight 的这种方式来识别的。但是呢，作者在这个基础上又开发了 Plus 或者 Plus V2 这样的模型，它兼容我们其中的就这个小参数的 Clip Version 视觉编码模型。所以 IPA 呢是在基础版 Insight Face 的框架之上又融入了视觉编码模型，它是和一些直接调用 Insight Face 的框架或者是插件是不一样的。而且之后它还能符合的运用我们之前的这个 IP 模型，比如说 Full Face 又或者 Plus Face 啊，这个就是很厉害了。那之后我们应用来说，现在呢我们来正式讲解如何安装这个 Inside Face 啊。首先呢我们来说秋叶版的目录，我们直接启动秋叶启动器。其实用秋叶版安装是很方便的，不需要配置什么环境，因为在这个整个的启动器里，它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控制台和启动后台的，对不对？同时呢在高级选项里也有环境维护，我们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地方环境维护。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很简单的找到下边重装单个 Python 组件，我们只需要在这里输入我们这个 pipe 的包就可以。比如说我们要安装什么 Inside Face 对吧，我们直接打 Inside Face， 点击下面的重新安装。那这样的话呢，可以看到它就会自动帮我们去检索网上的一个这叫轮子一个文件，然后呢帮我们下载相应的 Inside Face 的依赖库，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就可以了。 OK， 安装完以后它自动就会关掉这个后台。现在呢我们直接来到我们这个文件夹，找到 Python 文件夹下，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不是就安装了 Inside Face 这样一个文件夹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正确安装了啊。那么之后呢就是正常的打开 ConfigUI 进行插件的一些配置了。大家在秋叶版中还遇到其他的问题呢，可以在留言反馈又或者是群里反馈啊，因为欧阳并没有见过说用这个秋叶还遇到什么其他的一个问题。秋叶版说完以后呢，我们就来说ConfigUI 官方版本，这就涉及到我们手动的安装了。当然了，如果秋叶版你遇到了问题呢，也可以试一试用手动安装的方式，看看能不能正确的安装上 Inside Face。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我们的 ConfigUI 官方版，打开一级目录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Python 的这个环境，对吧？便携版 Python 打开以后呢，我们需要先找到这样一个文件啊，这里有一个轮子的文件，就是这么几个文件，大家可以下载下来。这个文件我也是放到网盘里的，大家根据需要去挑选。首先我们要看一下我们的 Python 版本，可以看到这里所支持的版本是 3.10、3.11 和 3.12， 常见的这3个版本。我们要先确认一下我们的 Python 版本是多少。如何确认呢？打开我们这个便携版 Python 根目录，找到 Python 文件夹，
夹里面的 python.exe 这个执行文件，我们双击 terminal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行啊有这个 Python 的版本就是 3.11， 所以现在我们确认我们的 Python 版本是 3.11 的版本。这个时候呢，把我们刚才下载的这个轮子文件啊当中的这个 3.11 看到了吧？如果是 3.10 我们就选这个， 3.1 我们就下这个，下来以后呢放到我们这个 Python 的根目录啊，就是 Python.exe 的同级目录，我们放下来。现在呢，我们直接 cmd 打开 terminal 之后呢，我们只需要依次输入我们这边的，可以看到啊，我这边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安装说明啊。先下载我们这个轮子文件，下载完以后呢，放到根目录之后，如果我们之前安装过这个 inside face， 然后安装失败了啊，没有成功，那我们是需要先卸载一下的。复制这行命令，粘贴到这里，我们直接运行。那这个时候呢，它会检测到我们库里是否安装了这个，如果安装了啊，我们卸载 yes， 我们先把它卸载掉。卸载完以后呢，我们来升级一下我们的 pipe 命令行，我们拿过来啊，我们来复制一下，然后升级。因为这里我之前已经升级过了，所以它很快就跳过了。这个 pipe 其实就是我们用于安装工具包的一个小工具，所以说我们需要更新一下。再之后呢，我们就需要通过我们这个轮子文件来安装我们 inside face 了。这里这个命令我们需要注意一下，因为后面这是个轮子文件的一个全名，因为我现在呢复制的是311这样一个版本如果是310呢，我们是需要复制一下这个文件名这里我们重命名 Ctrl 加 C 复制一下文件名，把它放到 install 后面这个地方来这样是符合我们轮子文件的名称的。然后呢，我们把它全部复制一下，放到我们这个命令行里面来，我们直接安装。哎呦，我们刚才没有复制名称后缀这个后缀要加WHL我们加一下 WHL Ctrl 加 C 过来 Ctrl 加 V回撤。那么这样的话可以看到它就在进行一系列依赖库的检索和安装了那现在呢安装完毕，我们来到便携版 Python 根目录来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也多了这样一个文件夹，对吧？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直接删除后面的这个文件名，然后 pip list 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便携版里面的安装的库是否有我们刚才所安装的 inside face， 我们往上找OK，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inside face 0.73 这样一个版本，对不对？那这样呢，我们就为我们的 Python 环境安装好了 inside face 了这就是我们完整的安装过程。如果秋叶版你用之前的那种方式没办法便携安装，就可以试一试用手动的方式。同样呢，也是在这个 Python这个文件夹下，我们来运行一下秋叶的 Python， 可以看到我的秋叶版的 Python 是 3.10， 那么我们又要用的轮子文件就不是 3.11 了，根据我们不同的版本来进行安装就 OK 了。那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模型。那上一期欧阳没讲到这儿呢，有很多小伙伴已经急切的把它下来了，但是运行的时候报错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依赖库还没有安装所以大家不要心急，我们一期一期的来把它学扎实了。OK， 那么这些文件呢，可以看到这些就是和上面一样放到插件文件夹 IP Adapter 的 Models 里面的。那么后面这个 LoRa 自然就是放到我们 LoRa 文件夹下，这个编码文件我们已经下过了，对吧？就是我们之前 Clip 1.5 的那么一个编码文件。那这里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盘的结构吧，因为涉及到的文件比较多，我们是分期来安装的，所以说在 IP Adapter 里我新建了一个 Inside Face 的相关，然后有安装说明，有 Inside Face 的轮子文件，以及 LoRa放到我们 LoRa 文件夹内的，还有IP Adapter 的 Models， 对吧？最后呢，其实还有一个这个 Inside Face 的 Models， 在我们第一次运行 IP Adapter Face ID 的时候呢，会自动的检索这个 Inside Face 的模型，如果没有的话呢，就需要在线下载，如果没有配置网络的话，下载的会特别慢，甚至是直接网络报错，没办法下载。所以说这里欧阳也把这个模型的文件夹放到这儿了，当我们运行一次以后，就可以把这个解压缩包解压到我们这个 Inside Face 模型下，之后呢就不需要再加载了。 OK， 现在我们直接来到 Config UI， 那么这样我们就回到了我们上一期之前的最基础的这个 IP Adapter 的流程。那这里我们应用了一个基础版的 Apply IPA，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右键在这个 IPA 节点里呢找到同样是应用的，但是呢后面是 Face ID 这样一个 Apply IP Adapter 节点，然后我们把之前的这个接口一一的给调过来，这样过来以后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基本上就空了把这个图像也拽过来，然后把输出的这个模型呢我们重新也给到采样器。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普通的应用就不需要了，代替了普通应用了。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多了一个选项是 Inside Face 输入项，这里我们拖出来呢，下面我们找到一个 Inside Face 加载器，这个自然就是我们刚才已经安装到环境里面的 Inside Face 这么一个库，调用这个库的一种方式。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用。那当然如果我们是 N 卡呢，基本上都用 CUDA。那么最后呢，使用 Face ID， 我们在 GitHub 这里刚才也看到了，每一种 IPA 的模型都需要对应一个 LoRa 文件，对不对？所以这里呢
来我们回来还需要在这个输入的模型这个地方新建一个 LoRa 加载器，选择仅模型，不带这个强度输出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 LoRa 的模型加进来了。比如现在我们上面的模型选一个最基础的 Face ID 1.5， 然后下面呢我们就要对应选择这个 Face ID 1.5 的 LoRa 模型，什么样的主模型配对什么样的 LoRa 模型，同时呢还要配对我们这个地方的 Clip 编码器。但是使用 Face ID 呢，我们这个编码器基本上都是 1.5 这个小参数。同样我们这里回来可以看到这里都是 VIT-H，H 就是小的，杠 G 是大的，所以说我们不会用到杠 G 的一个编码。因为这一期我们主要谈论的是 Face ID 面部模型的特征迁移，所以我们使用一个写实的这样一个模型，基于不同种族或者是不同肤色的人的面部、人的脸型进行了大量的训练，所以说它比较适合我们这期的主题吧。那么回来以后呢，来直接进行面部生成，可以看到它现在已经调用这个 Inside Face 库了。那么在我们首次运行这个 Inside Face 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后台它会检测到这个模型目录，如果没有下载模型，它会自动加载，大概是300兆左右。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 Config UI 下面的 Models， 我们运行以后呢，就可以看到多了一个 Inside Face 这样一个模型文件。那在这里呢，可以看到 Models 下面呢有 BUFFALO， 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模型文件。把这个压缩包原地解压，也就是解压出来这样一个文件夹，下面呢就是这样一个模型结构。那之后呢就可以正常运行了，不需要再进行额外的这个拉取了。现在这里我们简单看一下提示词简单一句话，就是一个女性在明亮的房间中的一张照片。然后下面呢我多给了一些质量描述词以及皮肤的细节描述词。现在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样一张图片，那可以看到这个脸稍微有一些扭曲主要因为我们如果要用这个 Face ID 的话，它的应用细节是比较多的。这个地方呢我们给15步是不够的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给到25步 DPM 加 2M， 然后下面呢我们给到 Keras， 我们再渲染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比刚才的渲染效果要好一些了，但是这个人物的特征可以看到它有点过了，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 Face ID 它提取人物面部特征的时候可能会提取的比较过，可以看到它的眼睛稍微有一点这样的掉但是呢这个地方它就给夸大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降一下它的权重，给到 0.8， 我们再看一下，那变化并不是特别大。接下来呢我们再加一些这个 noise， 我们给到 0.2。 那么通过最基础的这个 Face ID 1.5， 我们已经能够感觉到这个 Inside Face 它的一个特性了。首先这个 Inside Face 呢，它其实是对于人物面部特征的提取，并没有对这个预处理图像一整张这个图像进行全面的提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 Face ID 提取出来的这个人脸呢，它和我们的图像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这个发型是长发，它是短发，脸色和肤色以及角度它都不一样。所以说它只是针对于面部特征的提取，而没有解释这张图片，没有对这张图片全部的信息进行一个还原或者是模仿。像我们之前基础版讲的这个 Plus Face 又或者 Full Face 这两种，它还是基于 Clip Version， 基于对整张图像的一个编码。所以如果用 Plus Face 这个预处理图像呢，我们是尽量要把这个脸部放大的，对不对？也就是占的画幅越大越好。为什么？就是因为不想让它识别到周围的一些风格特性，又或者是周围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它的背景是什么样，光影是什么样，这些多余的信息呢我们尽量的去避免。所以说这是对于图像预处理的两种不同方式。而对于 Face ID 呢，它的预处理图像就不需要这么严格，我们尽量呢可以让它缩小一点点，有一些周围的环境，让它更宏观的来识别一下我们的这个面部。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接下来稍微进行一些改进。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人物还原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我们这个相似度并不高，我们可以尝试融入一些之前的基础版本 Ctrl C Ctrl Shift 加 V 带关系复制出来一份。在这个 Face ID 的基础上呢，我们来添加一个基础的 IPA 应用。这个应用呢，我们来串联一下，把这个模型给过来，然后把我们这边模型给到 Ksempler， 然后这边我们这个加载器呢 Plus Face 或者是 Full Face， 我们先试一下 Full Face， 然后 Clip Version 呢，这个我们用之前的图像呢，我们依旧把之前的传过来。那么对于第二次调整呢，我们需要把这个权重降的比较低，因为这两个权重都很高。我们这里呢给到它 0.4， 先试验一下，固定种子，直接来进行渲染。OK， 可以看到这是经过了 Full Face 加工以后的，但是我之前说这个 Full Face 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这里我们把这个 Full Face 我们改成 Plus Face， 再来对比一下。OK，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增加了这个 Plus Face 以后，它可能更像一些我们这边的这个人物。当然了，我们这边可能还是
是有些高，我们让它的节速呢给到 0.7 左右，我们再看一下，会平滑一些，会好一些，但是还是会有问题。然后我们接下来说第二个 Face ID Plus 这个流程，再给它复制一份出来 ，Ctrl Shift 加 V 啊，同样把我们这个模型呢改一下 Face ID 的 Plus， 同时这个视觉模型和其他的我们都不变，然后这边我们直接生成。对于 Face ID Plus 这个模型来说呢，这边整体的效果呢，它又是另一种感觉。当然我们也会发现它的饱和度和对比度没有我们这边高，因为我们这边是叠加了2次的权重，所以说它的重量比较重。对于这张图呢，我们想增加一些对比度，也是可以稍微提高一些它的这个 CFG， 可以看到它的色彩方面就稍微重了一些啊，比刚才重了一些。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 VR 啊 Plus 的 VR， 同样还是这么一个流程，我们复制一下。那么对于这个 Plus VR 呢，我们这边啊下边这个 Face ID VR 要打开啊，这样的话呢是针对我们 VR 这边的一个调整。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 VR 的权重，那么这个又代表什么呢？之前的 Face ID 呢是基于它的这个库啊进行图像面部识别和转换的啊。那么之前的这个 IP Adapter Plus Face 或者是 Full Face 呢，它是基于这个 Clip Version 图像编码 Embedding 进行一个风格转绘或者是特征提取的。Face ID 的 Plus V2 呢，它是融合了本身它这个 Inside Face 的一个面部识取的一个库，同时呢也融合了之前的 Clip Version 视觉编码的模型进行了一个双重融合。对等理解下来呢，相当于我们这一步进行了2次模型的调整。第一次呢是通过 Inside Face 提取人物面部特征，第二步呢是通过 Plus Face 呢走了这个 Clip Version 啊，用 Embedding 的方式呢提取的人物面部特征。对于 VR 来说呢，它是结合了这2种。那么这个 VR 的权重呢，其实就是 Clip Version 的Embedding 的这样一个权重。那么接下来我们默认值来直接运行一遍看一下。另外呢，不好意思，刚才我有一个地方失误了，就是我们下面走这个 Face ID Plus 和 Face ID 的 Plus V2 的时候，我没有挂这个 VAE，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它配置比较多啊，这些呢我们都是要注意的。那现在呢，我们调整过来以后啊，这就是我们经过了调整的4种方式。可以看到这边的从最左上角最基础的 Face ID 1.5 到右边呢结合了初始版的 Plus Face， 然后左下角呢是 Face ID Plus， 右边呢是 Face ID Plus V2。 这4张图像呢，其实这2张有些相似，这2张的人物面部啊，因为我们这个人物面部可能有些远，我们稍微给它加一个特写。那现在可以看到，对于这张图像来说啊，我感觉 Plus 比较好， Plus 它的还原度比较高。这个 Plus V2 就和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和上面我们用这种融合的方式其实是很相近的，也就是 Clip Version 的编码，然后结合了编码的一个权重。当然这个权重呢，我们可以适当的降低，比如说我们降到 0.5， 它的编码强度就没有那么高。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对这些参数进行不同的调整。那么为了更清晰的理解呢，我们这里有一张图，这就是目前我们对于所有的面部模型的一个分类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Plus Face 和 Full Face 就是我们之前老版的 IP Adapter， 它主要的实现手段是 Clip Version， 用视觉编码来完成特征或者是风格的转移。而下面的 Face ID 以及 Face ID 的 Portrait 这个是肖像啊，我们之后再说。这2种方式呢，只是单独的运用了 Inside Face 的这一个库的功能提取的人物面部特征。那么下面呢 Face ID Plus 和 Face ID Plus V2 这2个就是 Inside Face 结合了 Clip Version 啊，2个功能进行了一个叠加。所以说不同的模型它其实处理方式和流程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这里我们是写实的模型，那为了更方便的了解，我们再来换一个图像。这次呢我们来换一个男演员，对于熟悉的人我们可能能判断出来到底哪一种模型更好或者是更像啊。这里呢我简单的对图像进行了2种不同的处理，一种是适应我们之前 Full Face 的，就下面这个比较大的，一种呢是对应我们 Face ID 的。 Face ID 它周围是要有一些画幅的啊，是要稍微远一点点的，如果太近了的话也有可能报错。那这里顺便一说，比如说我们这个图像太近了，但是我们图像就这么大，周围呢也没有更多的画幅了，那这种情况呢，其实作者这里还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处理节点啊。 IPA 适配器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 Inside Face 的预处理器，那这个预处理器很简单，把这个图像传过来，把下面填充四周给打开，图片四周呢我们可以看到就会多一些这个边框，那这种情况呢就能避免大头照传给 Face ID 会报错的这么一种情况啊。这里呢我们把对应的图像连到我们对应的 IP Adapter 的节点之后，我们稍微改一下提示词啊，然后我们来生成一下，可以看到还是之前这个 Face ID Plus 的效果我感觉更好一些啊。这里呢我们可以单独的再稍微调整一下不同的 CFG 以及不同的权重参数来进行调整。这里要讲一下权重我们应该如何测试呢？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颜色
色，改一下头发的颜色吧。那可以看到题词对于这几种不同模型的可控度，简单来说就是题词控制的越准确越精确呢，它越灵活。那像第3张只有这么一绺头发是白色，说明它的权重太高了，这个权重呢都稍微降一下。那么现在下面这个提示词的影响呢就有些改善了，对吧？当然了，对于模型的搭配呢，比如说我们这个 Face ID Plus 或者 Plus V2 能不能之后再结合我们这个传统的 Full Face 或者 Plus Face 啊，这些其实都可以结合。具体的一些换脸参数呢，其实作者是经过了很详细很周密的一个科学计算的。那这个呢我们放到之后再说啊。这一期呢我们只说这几种模型不同的使用方式，以及简单了解一下它们的结构。那么最后呢还有个 Portrait 这么一个肖像，肖像呢和我们之前所设计的这些可能还不同。那么在这中间呢我们来插一个小的插件运用啊，因为我们之前说了要讲一下其他的节点使用，这个 Inspire 在这个节点组的 Models 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 IP Adapter 的助手。这个助手有什么用呢？就像我刚才犯了一个错误，对不对？当我们使用一个模型的时候，你要配置的东西有很多， Clip 模型你要选择哪个，包括下面这个 LoRa 要使用哪个，这些我们必须要选对，它才不会报错，又或者生成的效果才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助手呢，其实就是帮我们自动的来选择这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当我们有了这个助手以后呢，我们是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删掉，让它自动的帮我们选择我们要使用模型的一个配置，也就是所谓的一个预设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可以直接把模型和 Clip 传给它，模型传递给第一个， Clip Version 给第二个，对应的Inside Face 全部传过来，只需要将图像单独的传给我们这个 IP Adapter 的应用就可以了。那之后呢，我们在下面选择相应的模型，比如说现在这里我们用的是一个 1.5 的 Face ID， 然后下面呢就是 LoRa 的权重和 Clip Version 的权重，以及这个 Inside Face 的调用方式。那这里我们可以选择只使用 Inside Face 或者只使用 Clip Version 编码，那它就会自动帮我们选择我们的模型。但是要用这个助手的话，我们的模型要放在默认的文件路径，同时呢这个模型的名称是不能改的不能随便改。那它的正确名称是什么呢？首先，如果这个 IP Adapter 的模型我们在 Hugging Face 下或者是作者提供的下载路径去下的话，它的名称是原名称是没有变的。如果我们忘记了怎么改回来呢？其实有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通过管理器这里来安装模型，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在这里安装啊，有的话呢我们也可以找 IPA 来直接筛选出来这些模型，可以看到这就是它的模型名称。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Clip Version 这个地方呢我研究了一下，因为之前我们说这个 Clip Version 的两个 G 和 H 那我们是要自命名的，所以命名规范是不一样的。这里我们找 Clip，可以看到-G 和-H， 这就是我们使用的两个。那么这个模型的名称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全称是这个。所以说我们有这两个模型以后是需要把这两个模型的全称改一下的。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文件夹 Models 下面找到 Clip Version， 我把这个小参数的模型改成这个名称，然后大参数的这个 XDXL 还没有改，因为我们小参数用的比较多嘛，大参数用的比较少这个等会儿我们来试一下就知道了。然后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直接通过一个助手直接选择我们想要使用的模型，它就配套的帮我们把其他的全配置好了。同时这个助手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Pipe 管道，当我们需要复用一个配置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走 Pipe 管道到一个 Pipe 节点，这边再来个 IP Adapter 的应用，挨个传递过来，然后我们只需要单独再把图像传给它就 OK 了。那么之后呢，大参数那个编码模型没有改变名称，对吧？试验一下，用 1.5 的 VIT-G， 也就是调用我们大参数的这样一个模型来让它生成，你会看到它最终呢会出现一个问题。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当我们加载失败以后，在 Clip Version 后面会有个失败的选项。那 Inside Face 后面这个 N-A 呢，其实是它没有调用这个模块，因为我们这边用的配置是 SD 1.5 的 IP Adapter 模型，我们这里单独调出来一个。第一次讲到的这个是这么一个配置所以说我们这个地方选择这个配置呢，它是不会调用 Inside Face 的，只是走这个编码。所以看到这个失败，就是加载 Clip Version 这个模型这一步失败了。那也有可能是 IP Adapter 这个模型失败了，那只能说明是它在相应的默认路径没有检测到对应名称的模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到后台看一下，上面它在加载模型的这一步 IP Adapter 助手显示没有这个名称的模型，可以看到这个名称对不对？这么一个大参数的模型，所以我们可以复制一下，把我们这个 SD 的这个大参数的模型改成这么一个文件名。现在呢，我们来重启一下客户端，关闭其他的渲染器，我们这边还是选择这个-G，
然后我们来直接运行，可以看到这边就正常的进行一个渲染了。那么当然了，最后的这个结果肯定不是我们之前的这个结果了。OK， 那么这就是使用这个助手我们要注意的。那么最后这里我把刚才我们整个的这么一个测试的工作流全部换成了这个 IPA 的助手，打一个包吧，把这个工作流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测试一下你的图片以及你的模型，使用不同脸型的模型哪个效果最好，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更进一步的加工。 OK， 那么最后呢，我们把这些没用的全部删除掉。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肖像模式。首先来到 Hugging Face 啊，我们可以看到肖像模式呢，它和其他的模式不太一样啊，它是识别多张这个面部特征来进行面部特征的一个迁移，或者是进行面部特征的风格转绘，也就是人像，专门对于人像的一种再塑造。官方呢，它建议是5张不同表情或者是不同角度的这个图像，能更好的诠释一个角色。欧阳试了一下，3、4张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所以这个地方我们重新来加载一系列图像，也是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演员。我们来复制一下这个加载图像，挨个把这些图像都加载进来，同时呢，我们为这些图像再进行一个2次处理，也就是图像的预处理。那最终我们使用这5张图像组一个 batch 发送给 Face ID 的应用，同时这边的 Face ID 我们选择 Face ID 这个 Portrait 一个简单的题词，然后我们直接生成。那 OK，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方式，它会通过图片呢来提取人物的不同角度或者不同表情的一个特征，最后来重塑一个人物。它对于题词的可控性和灵活性就要高很多，所以这种方式比较适合对人物进行一些修改。像我们之前比如说用 Full Face 或 Plus Face， 它对于一个图像的还原度比较高，但是如果我们给的重量太高的话，人物或者是风格它就会有偏离。那么对于肖像的模式来说呢，更适合用题词来改变我们整个人物的不同的一个氛围。比如说这里我们加一个长发吧，金色。OK， 我们再来生成一下，头发呢会完全的变化，但是五官的一些特性呢还是会保留的。我们再改变一个颜色，比如说红色。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指定一些表情，比如说愤怒，我们给一些权重 ，OK， 也是能完全体现出来。那我们也可以换成开心，比如 Happy Laughing。那么我们把它的头发给去掉，再看看啊。当然这种方式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调用模型的风格，比如说我们来调用一个类似于手办的这样一个题词看看。这一批呢，我觉得第3张还是有一些特点比较像的。我们再来换一些风格啊，比如说铜像，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第2张和第3张不是特别好，对吧？很明显的能判断是我们的权重太高了。我们不需要非得给它参考图，有一些关键词就能激活或者调用模型当中很有特点的一些风格，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油画的风格。基本上通过这2期，相信大家已经了解了 IP Adapter 所有模型的应用和基本的功能了。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利用这些模型不同的功能来实现不同的效果。那下一期呢，我们还是会针对 Face 系列的模型跟大家分享一下作者最后统计总结的一方面的配合，如何才能更好的还原人物。好的，那么这就是这一期欧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了。如果对大家还有所帮助的话，就千万不要忘了点击一系列按键来支持欧阳下了。如果对 Conf AI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千万不要忘了关注欧阳这一系列教程了。那我们下期再见吧。